好，北捷攻击有4个死哈，那废死团体还说赶快这个废死死刑哈。王世坚就说闭嘴啦，否则这个张文如果没有死，他如果不是跳楼死了，也不会判死刑所以呢，废什么死啊那另外呢说不服的人起义民道已废死的国家你们不要假仁假义了。苗博雅说现在死刑没有被废除。所以呢，赖清德并没有不愿意执行，那执行啊，你执行了几个呢？不讲废话吗？那另外呢，这个割颈案这个爸爸说，我们全家都已经遍体鳞伤了，很痛哭，台湾司法已经死了，而且说少年事件处理法是个恶法。对，侯友宜今天也说，这个要不要注意要加强，甚至年龄要不要降低啊？因为现在18岁嘛，那16岁是不是就可以这个不受少年事件处理法的拘束呢？因为16岁有很多已经很孔武有力了那所以呢，而且现在你看很多那种诈骗都是找那个少年去做枪手，反正车手了，反正也不会重判嘛那这个割颈案的爸爸杨爸爸说呢，加害人的个资我们不能看，被害人的个资都可以看光光。对，那到时候这人出来，就算判12年，可能关个4年就出来了。现在已经关了1、2年了，所以可能剩下两年多就出来了。出来以后还找我们报复呢，因为我们知道他都知道所以呢，他妈妈说命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修复式的司法？因为有法官问他了说要不要这些小孩将来来替你死掉的儿子来孝顺你们，他孝顺我们，他没有来找我麻烦，不是来孝顺我们所以呢，这个杨父呢是说随机杀人是纵容暴力的警讯，把整个社会推向更深的不安全，这是人人自危大家都比喻运气，看谁运气倒霉，那天倒霉碰到了就睡到了嘛所以呢，侯友宜说未成年犯的制度应该重新思考，是不是真的就能够这样减轻其刑当然也许减，但是要减多少呢然后要不要看他这个暴力犯罪的行为到什么地步呢而不是只是按照年龄你要按照犯行我们看那个杨爸爸那天在我们现场我们看一下。这一次来讲，我觉得我们一直被少事法打着跑。那少事法又在规定说，只要1/3期刑期就可以提假释。我每天，坦白讲，我每天都在哭。现在的少事法应用王世坚委员的那首歌，让他们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我们被害者急急忙忙，连滚带爬。我们真的是变成我们是没出息了。赖伟生。其实该检讨制度就应该检讨啦。那我们面对现在的种种的事情，我相信大家在这阵子一定都觉得非常的害怕。那这个无论如何，在像这样子有这种随机杀人的事件，我们应该要做得更好的是说，在各个机关里面，在各个的场所里面，我们还要加速去做一个宣导跟这个疏散，可以加速的去减少这样的事件的发生。那警力当然，我们如果可以再增加的话，一定是要增加。那我想在这起事件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空窗，是大家觉得很遗憾，就是说在这个北捷的监视器里面，我们看到它其实磁碟是没有办法去把这个影片还原出来，就造成警方没有办法即刻的去确认到底这个犯嫌逃往哪里。那如果当时有直接去做阻止的话，可能就不会跑到中山站。那这一点当然是希望未来不要再发生。那所有的这个平常应该要做好的这个监视器的保养也都应该要做好。那警方当然是辛苦了。那回到这个事件来说，我们当然还是希望社会大众可能对于各种的危机事件可以更加的警觉。所以为什么我们当初要推出像小菊书这样的一个手册？那也希望大家从手册里面可以了解更多关于这个及时的事情，然后我们可以更知道怎么样去因应，甚至是你可以帮忙别人，包含一些受伤等等，你要去如何去止血，如何去帮忙。我想这个社会的力量就是要互助，互相的友爱，互相的帮忙。那我想这个才有办法去维系这个社会整体的信心。我觉得民进党在这个1219的这个攻击事件之后呢，有2个反应呢，让我觉得非常的离谱而且是荒唐的。一个呢，就是林志杰教授他是曾经代表民进党呢参加新竹市立委，
他在脸书上面呢 PO 了一段的对话，他跟他的小孩在讨论这个事情，然后呢，他小孩提出质疑啊，说是不是第5纵队啊？然后呢，在这个网络上呢，还有非常多人呢开始在流传。这个对于台湾的这样子一种很脆弱性的这个社会，在当时的时候，在大家还在惊恐的状况之中散布这样子的言论，这个林志杰他到底有没有？他到脑筋在想些什么啊？散布这样子的一个不实的恐怖的信息。第二个就是呢，民进党呢就在大做这个小菊书的文章啊，说靠着小菊书可以做如何的来防止攻击事件，这根本就是瞎扯啊！小菊书当时在印制的时候呢，根本还没有碰到这样子一个状况，而且呢，我们光看那个小菊书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完全没有办法。沈伯洋出来告诉大家什么，你知道吗？他出来告诉大家说，请大家之后呢出门的时候随身都要带这个止血带，这是什么样的应对策略啊？完全就是莫名其妙到了极点哈！我觉得刚才赵先提到的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说因应这一类型的攻击事件，其实警方呢要去做最大程度的各种可能性的想象。就是说未来的犯案形态会是什么？我们现在知道呢，这位1219攻击事件的这个主嫌呢，他是研究郑捷犯案呢，研究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他避免了郑捷当时他在车厢内的一个封闭式的车厢里面砍人，然后很容易在到站了之后就容易被逮捕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在一个开放式的空间。那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说您到过这个中国大陆去的话，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呢，他进到他的这个地铁站，他的行李都是要经过安检嘛，哈。可是呢，他这一次呢，他是丢这个烟雾弹的地方呢，是在车站刚入口的时候的一个距离这个检票口的之前，他就开始散发这个烟雾弹了。就类似像这样子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情势来去反应啊，来去作为一个预防，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讲到歌警案啊，我觉得是真的蛮令人难过的哈，因为呢，它根本性的挑战了我们这个社会上面的我们的教育的价值观，就是难道爸爸妈妈要教小孩，你不要替这个被欺负的同学出头吗？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你的同学被别人霸凌，你为了要自保，你不应该出来仗义直言，难道是应该这样吗？今天这个很不幸的这个杨同学，如果不是因为他挺身出来去捍卫他的那个女同学，叫这个林姓的女同学说你不要来我们班啊，你不要来这个欺负他的话，他今天不会遭遇到这么残忍的下场。所以爸妈教错了吗？老师教错了吗？而且呢，他们这几个犯下这样子的犯行的这些的国中生，他们不是第一次他们不是第一次在校园里面有这样的霸凌行为，为什么他们之前的时候在学校做出这样的行径，带了一些不当的，不管是刀具，对，不管是刀具或什么到学校，为什么没有人拿他们有办法呢？所以今天当这个杨爸爸在那边对于整个司法体制这样哭嚎的时候，谁能够还他们公道呢？来，政大教育系的。我个人觉得，刚刚提到这个杨爸爸，该怎样？我觉得太困难了，因为你看，以下目前我们有学校的这个所谓的校事会议，老师只要对学生做出任何一个比较严厉的这个所谓纪律上的管理，他可能都会被投诉。你知道，这让这些老师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来教孩子。杨爸爸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身为妈妈的都非常的感慨，每天已经为了儿子的这个失去，每天已经泪洒。每一天，然后呢，他对于可能12年之后，他这些嫌犯被放出来，而且他们比现在更强壮，他还会为未来，假设很快，他可能被未来他的身家安全，可能要投下一个完全不安定。台湾的社会怎么会允许一个这样的父母亲？上司的儿子又要承受未来的不安，我觉得这个整个司法上面没有给人民一个很安全，就是政府的一个失能。所以我必须要说，学校的教育到底是如何？就诚如我刚刚所说的，我们现在的纪律，我们现在的家长。很难，已经让过去来说，我们真的是这个以前过去的这些的道德美德这个部分，已经没有办法从过去来解释现在。我必须要说，
真的18岁少年法庭真的应该下架，因为现在网络3D 各方面的讯息的了解，孩子这个成熟度，包括他们所接受的讯息，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所以我完全认同，是否对于这些所谓的少年犯的定义，应该把它下架，而且他们凶狠的态度。我说实在的，人性可以本善，人性也可以本恶，看你基本的哲学在哪里。但是可以做出这么泯灭的事情，你认为他就完全可以教化吗？在我过去的经验当中，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还是必须要说，刚刚那个我们所谓的张文，好吧，12129的这个嫌疑犯来说，他的整个缜密的规划，各位你要知道呢，一个人在做一个很缜密的规划，以自杀守则，以正节的范例来，他在每一个规划当中，就像你过去在规划你未来的行程一样，你的规划当中，你是带着很多的愉悦，你带着很多的期望，这些人也在缜密的规划当中，他也是怀着他的愉悦，他的期望，每一个步骤，当他放出烟幕弹的时候，他在规划那件事情的时候，1年的规划当中，搞不好是他人生最高光的时候，他可以在舞台上演的时候，然后来告诉大家，大家终于可以注意到我了。刚看到了每一个人这样抱头鼠窜的时候，你知道他那种快感，所以不要再去告诉我说这些人是用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方式出来，这些很多时候都是你完全没有办法体会的一个人性。我们唯一可以做到的，很多不可以捉摸的事情，你没有办法掌握。你是否可以掌握？就是当他犯了这么严格的错误的时候，给他一个死刑，你或许不能够弥补更多不幸的事情发生，但是你对受害者的家属，或许可给他们一个更安定，不用为了他未来假释出狱之后，还要为他的安全感到很多的不安。政府起码可以做到可把握的法令、把握的事实、把握的这个条件当中，给予这些受害家者更好的一个。如果政府连这个做不到，还给予他那么多的未知，这个政府真的该倒了啦。我刚刚去查这个少年事件处理法哈，第1条，为了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长等等啊，然后1至1条呢，就是少年保护事及少年刑事案件处理依本法之规定。那什么叫少年呢？本法称少年者，为12岁以上18岁未满之人。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再细分，在地方也可以考虑哈。12到14是一个阶段，14到16、16到18其实是有不同的。不是说，对，罪行的样态比较重要。他现在不是说不管12岁、18岁，通通一样，这不一样的。12岁跟18岁怎么会一样呢？12岁以下就是儿童了，所以呢，我觉得要不然至少有两级嘛，比如12岁到16岁，16岁18岁，或者12岁到15岁，15岁到18岁，而不是像以前通通，因为实际上17、18岁都已经很壮了，已经18岁可以当兵了，都可以去征兵了，那少什么年呢？需要再回来。好吧，这个在野党国民党、民主党要对总统跟阁揆双弹劾，两个都要弹劾他们了，那而且呢要排入这个礼拜5的议程，就是赖清德。总统府说，只要合法合宪都尊重。总统府现在老神在在，知道反正你们搞不出名堂来，立法院2/3啊，你不够嘛，对不对？怎么样也不够啊，你可以提案，但你没把我弄不掉了啊。那弹劾总统没有到门槛嘛，所以民进党说。蓝白只要假弹劾，不如你赶快审总预算吧，不要搞弹劾啦但是蓝白认为这程序很重要，结果很重要，程序很重要，所以他们还要到下乡去讲，还要邀请赖清德来这边报告2次那另外呢，黄国昌告发府院设不法官说大法官那因为呢，这个说他们呢要去跟大法官蔡中贞蔡中贞，因为蔡中贞原来是蛮绿的了要去游说他，就是你干嘛？你这样的5个人啊，你怎么搞？其他3个人跟着你啊？所以呢，不法官说，那这个不得了啊，一般都不能关说，你就是关说大法官呢，这很严重啊。那总统府说，这是臆测的报道，没有评论的价值。那黄国昌的讲法是这样说，反正有这个报道，我们检察官常常是看报纸分案的有没有？常常这样简报看报分案嘛。那既然这样登，一去对大法官，那检调都不处理这个事情吗？那你就把蔡中贞传来啊。黄国昌以蔡中贞的个性，以他的学养，他不能做伪证啊。有就是有，没有就没。你伪证5年以下有期徒刑啊。你能做伪证说没有吗？传来就知道了。既然有这样报的，就传来问啊。好吧，那检调。到现在为止也不讲话，这个会不会传不知道那国民党提案说宪法审，因为他要5个人就可以这个说违宪不违宪了，应该给人民公投复决
哦，民进党就说这个谬误了，民主国家没有这个权利啊，怎么可以用公投？但是以前民进党不是说公投是最高的道德吗？民主最高的就是公投，人民做决定啊，不是这样子吗？对不对？要改变台湾的现状，老共将他怎么样？就大家要看我们2300人的意思啊，怎么到这个时候公投不重要了呢？哦，所以呢，联合报是说大法官太好用了，所以呢就不用公投了吧？那么大法官反正御用大法官嘛，我们看一下。通过。提出表决被主席翁小林忽视，民进党立委们气到围攻主席台。朝野在程序委员会剑拔弩张，蓝白反制赖卓提出总统弹劾案，确定列入26号院会议程。我们会召开一次甚至不止一次的这个全院委员会，来邀请赖清德总统被弹劾人来到院说明。那预计表定大概就在明年520前后来进行第2次的所谓的那个。关于弹劾案的表决，但总统可来可不来立法院，毕竟宪法没有强制规定。同样是朝小野大的扁时代，陈水扁2006年被提3次罢免也没来，是以书面声明或开记者会回应。而蓝营也反制5位大法官就能做出宪判的宪法法庭，提出除了正副总统弹劾案以外，所有裁判都要交由公民复决。只是赖卓体制下的宪政秩序，黄国昌说出大实话。赖清德有个大绝招啊，我不公布就好了，甚至不需要那5位绿色司法毒妇出手啊，我不公布啊，你立法院前面做再多事情，全部都白忙。不曾发生宪法法庭的裁判被公民投票所推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再也争取立法权的最后生机。好，国民党是说呢，1月要办公听会了，而且12月底了嘛，2月邀总统到立法院说明。来，美丽。赖清德如果觉得他都没有错的话，其实有什么好害怕来立法院说明的呢？而且他以前就说过啦，他就愿意来立法院啦。那现在推三阻四的那当然刚刚赵大哥有讲到，就是说现在我们要弹劾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这个结果会是什么嘛？因为有这个门槛嘛，这个双门槛就是立委要2/3的同意，同时呢，宪法法庭的判决也要成立，当然是非常困难。但是我觉得我们身为在野党，这个态度一定要拿出来。我觉得不管是让我们在这个自己国家里面的社会大众知道这件事情，或让国际社会知道这件事情，赖清德跟卓荣泰现在所有做的毁宪乱政，早就已经不是任了。那当然，我觉得有弹劾，我们还是要做即便知道这样的一个结果，在这个门槛上面是比较没有办法过不过我想我们来看一下，我想他这个毁宪乱政真的是这已经到了非常极致了啦。我们都知道，最近大家都在讲的说这个附属不附属的这件事情我们要讲说宪法设计的这个附属的制度，其实原意是要让行政院长可以跟总统去负责的，不是给你这个行政院来对立法院的这个决议的案件去做否决权的那但是他就有办法去把它变成说这个不附属是好像针对立法院来，我觉得真的毁宪乱政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了但他不要以为他用这样子的这个一个就是模糊的说法去带过，可以去引导一些人错误的认知最近有很多的孩子20几岁，他们都会来问我，就说：“行政院不照宪法这样子，就是说他在不附属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我都会问他说：“你毕业几年了？”他就说：“刚毕业1年那我说：“你念的是政治系吗？”他说：“不是，但我非常关心，为什么可以这样呢？”那当然他也会来问我们说：“那为什么你们不审预算呢？”于是我就告诉他，一讲就懂了。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审预算？我觉得就是因为今天行政院送来的预算，你没有照我们立法院3读通过的，不论是财划法，不论是这个军人加薪。不论是这个检察的退休人士条例等等，那立法院3读通过了，你也来这个复议也不过了，大家举手表决的。这多数就是多数你在跟我们讲什么数学的问题？所以今天你没有依法依宪政来编预算，你知道我们怎么去审这个预算呢？如果今天行政院愿意悬崖勒马，愿意朝对的方向走，你把预算好好的编出来，按照我们通过的这个预算来走，我想我们一定马上去审查预算的嘛。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去审查预算，对不起那我觉得不但是立法院自我矮化，同时呢，我觉得也对不起托付给我们的这些民意。文山。
其实对于现在蓝白想要弹劾总统，其实就是尊重啦。民进党是尊重他们的行为，因为毕竟这个是民主国家嘛，你本来有一定的宪政的这个机构下面，你在做这个宪政相关的制度都是没有问题，都是合法合宪的，所以我们也是尊重在野党的任何的这个态度跟动作。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其实他们也有更好解决的办法，其实就是蓝白就是联手倒阁就可以，因为他们认为说行政院做的这样的政策他没有办法接受，其实就是倒阁。那很简单，57席嘛，倒阁之后重新来选，以现在这个蓝白认为自己的民调非常高的状况之下，要达到弹劾总统的76席的这个席次，也是看起来是指日可待。所以我们还是觉得啦，不要只是喊喊而已，我们还是希望蓝白可以就是真的认真来审预算，因为明明知道弹劾总统这个席次是不够的，还硬要提，那只是浪费时间在玩这样的一个手段而已。我们还有更多重要的预算需要再审，包含我们刚刚说的国防预算，我们稍早有提到，国防对台湾来说现在真的很重要，因为中国已经在恫吓台湾，而且甚至我们看到，连这次弹劾总统的事件，连国台办都有出来发言呢。为什么国台办可以指指点点对台湾的内政说三道四？我们真的觉得很好笑。而且重点是，国台办为什么会陪着蓝白一起做这样的事情？那难道这个彼此之间没有一个说好的默契吗？我们还是希望真的蓝白的委员们可以重要的来面对未来台湾的这个发展。很快补充一句哦，那我就要问啊，如果我们来审预算，然后我们审的我们删减的或动的不符合这个行政院的需求，是不是还要退回？然后我们所通过的，即使在立法院表决每个预算我们都表决通过了，3读都通过了，你到时候又不执行，那我们预算是不是也是白审？所以说你必须要把这个程序先把它搞定。过去蓝白所通过的3读都已经照程序通过3读，好好把这些钱编到总预算，编到总预算之后符合这个程序，那时候蓝白如果再不审，那就是我们的不对。可是现在你们先不对在先嘛。所以民进党的恶劣呢，就在于是他玩弄宪法哈，然后呢滥用这个所谓的附属权的这样子一个权利，他本来是来制衡总统的，他现在呢反过来呢咬国会一口哈，然后呢又振振有词的呢把这样子后续的这个责任呢完全就是怪到在野的这个身上哈。一个国家的一个宪政体制可以被民进党玩弄在这个股掌之间，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大法官可以5个人就开会，然后把另外3个呢不同意见的人就给他自动排除哈。我们的国家的机制呢，其实是已经毁坏到相当的这个程度了哈。这个是我们台湾的这个民主呢重大的这个危机跟伤害。今天呢在野党呢提出这个弹劾总统案，虽然知道呢过的可能性呢是不可能的啊，极低的，甚至于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他也必须要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他要赖清德要接受的这个挑战跟检验，就是第一个，你为什么不愿意到立法院来针对你被弹劾的事项来提出说明？第二个，他今天赖清德呢不到立法院来接受这个询答来做说明，那立委就走到民间去嘛哈。现在呢，他们已经决定呢，要在各个地方呢，不只是在台北的这个立法院，还要走到各个地方去办公听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无论如何，就这个不管是不附属的这个状况，还有就是呢，宪法法庭做成了这样子的一个违宪的一个判决。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宪政体制，它到底伤害有多大？我相信呢，还是有非常多的民众呢不清楚哈。如果说任令这个民进党政府呢如此的玩弄这个宪法下去的话，我们赖清德呢，他就是一个少数的，可是却是个独裁总统。赖振宇，首先我先回应一下暐珊哦，其实你可以看他们的论述跟在大罢免时期其实没什么不同，因为在大罢免时他们说你们倒阁啊，你们倒阁就可以重选啦。其实呢，大家要知道，问题的核心不是倒不倒阁，问题的核心是在于总统，而不是在行政院长。你即便你倒阁了，你的行政院长换人了之后，你的总统不变，你的总统意志还是在行政体系里面伸手下去，问题不会改变的。所以不要再用这一套，论述来去骗人民。这是我的时间，没有关系。我在教你这个方法，不用你教，我觉得你们要先守法哈。那我要说，今天为什么在野会来一起弹劾？很大一个原因是什么？来，违宪、乱宪、不守法。这就是现在实质的原因，而大家知道吗？独裁的本质啊，真的不是你的强势，也不是你想要哈住我不让我讲话，而是说我们的元首以及国家不守法，这才是真正的独裁。所以各位人民百姓看清楚了，这就是我们现在不守法的行政体系，这就是我们不守法的总统，这才是你今天会面临倒阁实质的原因。休息一下再回来。
215年度的总预算，立法院卡关，主计总处说有将近3000亿，我没办法动支啊，因为立法院不通过啊。那到底有哪些3000亿啊？那包括第一预备金、河川 AI、T Pass 啊，然后呢通勤族等等啊，社会福利啊、生育补助等等啊。所以呢 T Pass 说冲击了98万的通勤族了哈。主计长讲的啊。另外国发会也说 AI 有新10大建设也可能会延宕哈。那另外呢，特别国防预算的韧性有1.25兆啊，蓝白联手挡下啊。虽然 AIT 的这个副处长也去拜访了国民党2个副主席哈。那国防部副部长就说，共机共建扰台是前2年的2倍，中共的威胁倍增，不容轻忽。但孰令自知呢？为什么会增加？你要把这个源头，你们都不讲这个源头的，就像大法官5个人，你赶快把新的提名来啊！提名就比照这个选委会委员啊，那尊重蓝白的意见啊，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都可以啊。你通通不也不提名，然后觉得我现在人不够怎么把降低人数？可以这样干吗？哦，所以你要很多事情我们讲根源在什么地方？你不解决根源，你讲后面的问题是没有意思的了啊。那另外呢，这个为什么总预算躺立法院？刚刚也提了，因为军警消加薪啊，然后呢都没编，所以呢，民进党民进党自己也知道了，说在野党可能会杯葛到底哦。那另外你们真的不要以为说在野党杯葛预算，在野党倒霉，不是的，是执政党倒霉。我从来没有，我告诉我观察这么久，30-40年，我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政府跟议会搞不好有好下场，一个都没有，包括这次美国，对不对？36天联邦政府关闭，川普以为他会赢啊，说都是民主党造成的，结果接下来4个选举，包括纽约市长，共和党大败，通通民主党赢。为什么？你是执政党，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嘛，你要设法跟在野党沟通嘛，不是说都推到在野党身上，那你当执政党干嘛？要搞清楚这一点啊。所以呢，这个赖清德这样有意思，他跟医生讲说，如果在野党来看病的话呢，你跟在野党的立委说，总预算赶快通过了，哦，那看病还有政治洗脑吗？这奇怪的哦，真的，你看病你就看病，医生有守则的、宣誓的、有这样讲吗？所以你看病要对这个不同的政党要劝他要通过总预算吗？有这样的事情吗？这，而且以前我看今天报道，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所以他还劝牙医生在洗牙时候要洗久一点，一直到他呢这个同意我们的观点，才把他洗牙算是洗完了。天哪，洗牙兼洗脑，这是什么？酷刑吗？哦，我们看一下。拜托委员支持我们的预算，真的再一次强调委员所关心我们非常多药品韧性的部分，国内的药品能够自主化，都在这次的计划，都在新兴计划里面。拜托委员能够支持我们的预算，让我们能够来进行这个部分。军人加薪更重要。买这么多武器要军人。立院一早朝野炮火连连，因为今年即将结束，但明年总预算还没审。但在野党点出，就是因为3读通过了军警消待遇预算，政院全部都没编列进去。要不要承诺了？要不要承诺了？这不是我承诺的问题啊，而是我们本身第一个要先筹措财源，可能1%300亿就可以有了，怎么没有钱呢？钱在哪里呀？有这么简单的事情，我没有提你视线，因为你没有权利讲违宪，你不是大法官。承诺追加预算就开审，但主计长迟迟不松口。为了替总预算解套，民进党赵伟召集14部会来立法院，喊出再不审就会少2992亿元可以动支，包含第1、第2预备金170亿，河川排水改善147亿 ，T Pass 月票75亿，每月将影响将近100万通勤族。因为 T Pass 之前它是编在那个前瞻计划，所以在115年它是视为新增计划。这一层蓝白批评又在哭穷，但主计长财政部获利不够，也惨被自家立委修理。你让国人知道说这个没有过的话，将来中华民国遇到天然灾害，中央政府没有1毛钱可以花，大声的讲给国民听啊，就是要让你们说出。没有这个通过之后，国人会受到什么样的灾害？如今朝野双方各自有理，尽管蓝营退一步喊出用追加预算也接受，但中央没点头，总预算恐又将陷入僵局。美玲，
这个听起来就是很熟悉嘛哈。大罢免的时候，那时候啊哈，比较大一点点的说，我们的长照预算、我们的育儿津贴、我们的租屋补助，涵盖老中青各种补助，通通没有了。结果呢，到立法院说那时候口误啦，不对啦，说错了哈，连道歉都没有，就说我错了。然后再来呢，记不记得那时候说什么总统府不能开灯啦，然后那个南部的要办护照到台北来，对，南部中心没有了，公务车没有油钱啦，然后甚至于是什么哪个单位没有钱买卫生纸啦，我觉得太夸张了哦。那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根据预算法第54条第1项第2款第1目的规定哦，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如果预算没能如期审查完，新兴资本支出及新增计划，若经立法院同意，就能够先支用哦。这在民国89年其实就修正了。那为什么要修正？这个理由是说，为了要避免总预算案因为审议的关系，可能全部或是部分没有办法通过，所以呢，不能够依线完成的时候，假设我们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会中错，那么予以修正，其实它是有空间的，不是不能用的。所以我觉得它现在是很夸张哦。那夸张到什么程度呢？前一阵子啊，我觉得。其实哦，李阳来当这个运动部长，其实我们大家都对他非常的好哦。那这个我们也觉得啦，就希望当然李阳部长能够好好的做。但是呢，我自己感觉到，我觉得今天他们都是希望利用李阳部长的高人气哦，包括第一个就来讲说，哇，你知道吗？你们这个最喜欢的李阳部长，我们的台湾之光哦，将来啊他就没有钱了，完全没有钱可以用了。那整个运动部因为是新的部门，所以零，对不起有错，它的前身啊是这个体育署，体育署原来有编的预算，甚至于包含像一些人事的预算都是可以用的哦。那你明明也知道哦，你总统也好，行政院也好，没有不知道这件事情，还这样子说，我觉得恶劣至极啊！要做什么？就是为了要分化挑拨，大罢免没有成功，后续继续做，他们不放弃，不排除任何一个可以去分化。那从这个分化、跟挑拨、跟撕裂台湾人民当中，去取得你应有的利益哦。所以呢，我们刚刚看到啊，不管是现在说叫医生啊，在问诊的时候要先问你是不是蓝白的立委本人，还是你是不是蓝白立委的家属？如果是的话，赶快去跟家人讲说，你们这个总预算要审啊，然后呢才要开始问诊就诊嘛，然后洗牙兼洗脑，要一直洗到这个你洗脑同意为止，我觉得太可怕了，这是我们总统的作为耶，我们人民能接受吗？我觉得大家看在眼里啦。来郑。我以为以前只有洗头才可以兼洗脑，原来现在洗牙也可以洗脑，真的是哦，难怪那个雷根当初被枪杀的时候，第一个问说你们到底是什么党的？所以医生告诉他，总统先生，今天我们都是共和党，好不好？这个只是一个笑话，没想到赖清德总统，我真的觉得他没有跳出他当台南市长的格局，他那时候只要不满意，他可以200多天不进这个议会，那他现在整个的施政，他用的人，他的核心人物，还有不听外面人如何来告诉他现在外面的民情是怎么样？我觉得他还是在当台南市长一样，因为一个总统不应该在公开的场合去讲这种话，即使他认为幽默，但是大家一听起来一定会被他做一个放大的一个解读嘛。我们现在谈一下 T-Pass， 的确 T-Pass 是在我们过去前瞻计划，而且到今年为止，但是明年开始影响98万通勤族，就没有办法有 T-Pass 吗？没有，你还是可以用1200块钱去买。那至于未来这个钱到底要怎么办呢？这个包括这个业者，还有包括政府该怎么分担，自然有人帮你把它解决好。所以明年你还可以继续用 T-Pass， 好不好？那刚美玲已经条列了过去在大表免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记得很清楚嘛。这个什么南部中心里面告诉我们，而且他还特别关掉一个电梯哦，然后告诉他灯还稍微弄一下，我们都有去拍啊，然后告诉大家说你的办护照一定要到台北，在南部不行了。结果1年过去，护照在哪里办？还是在南部办，好不好？所以说。不要用这种情勒的方法。当这个总预算，我们刚刚特别不断的去强调，遇到天灾，遇到任何的状况，不会有人让你政府没有一滴钱去救灾，不会有这种事。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你觉得蓝白立委下次还要再选区域吗？你桃园还选得上吗？所以不可能。但是你也不允许你这些所谓的执政党的立委，每一次拿这个东西都来恫吓人民。所以我告诉你，就回应过去这1年过来，我们预算当中只是要求你，我们过去所编的每一项。警察还有包括的军人的这加薪的这个条例当中，3读通过，依法编列，而且编列到我们的总预算都没有看到这些东西。为什么就是不编呢？他觉得这个已经完全超出我们预算法的法定的额度来说，但是他忘记，只要把这个总预算我们删完之后，其实把它删减下来，这些预算放进来，应该还是在15% 左右，这些都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做处理。我们今天真的就是一个程序正义，如果连3读通过的这个经费你都不把它编到你的总预算当中，
就成我刚刚所提到，总预算通过了，如果不符合你的意思，如果不符合你的金额，如果不符合你要做的这个部分，你是不是到时候又用把我们在立法院里面又是提出复议，复议失败之后告诉我不执行，那我们审个心酸的，我们在审心酸的，所以说这个部分里面依法来做事，依法来行政，这才是蓝白立委要求在审总预算的时候要做的这个必要的一个条件嘛。我还是比较担心的，赖清德他当了总统是全民总统了，不是民进党的总统他怎么可以跟医生讲说你要跟对吧？碰到柯志恩来看病，外面来看病，通过总预算不通过总预算不行通过总预算然后洗牙洗牙说你要不柯志恩你不通过继续洗可不可以洗干净一点？那我也认了。不是你想，如果警察对不对，人家去报案说我这怎么样被抢劫，说你哪一党的？你跟我是不是同党的？法官、被告，你哪个党啊？太离谱！在部队里面，长官看到小兵，你什么党啊？这整个社会就很混乱了。有些行业，他们搞政治当然是问政党，但是很多行业是不能够问。你管他什么党，你就是要你看病就是该看就看，你啥该接受报案就报案，你法官该检察官该公正断案就公正断案，该这个公正起诉公正起诉。军人对不对？你对兵对不对？一视同仁，不能够因为他的政党、他的省级、他的宗教、他性别而歧视，这很清楚的嘛。这点如果都不懂，这不是很可怕吗？休息再回来。侯云龙被提名中选会主委他原来是民进党的一个什么这个主管了主管了。后来呢搞民调然后他民进党大概有些人也不爽了像沈伯洋等等然后他也退党了那专心搞民调。那他被提名担任中选会主委了尤云龙说呢，我是跳火坑的接下来我就是过河卒子了。胡适讲过，既做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那他要替台湾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会不会刘静怡事件重演？刘静怡是民进党提名但是后来一些民进党委员对他也不满了，就不支持他。洪国昌说，他很担心游艺伦，他担心游艺伦被民进党封杀那另外呢，这个陈昭之说民进党的公职变成保皇党结果呢，这些公职还要来声讨游艺龙因为游艺龙讲话不是民进党都喜欢的那孙嘉宾说呢，他是书记长干事长，他说民进党会严守适格适任的原则来审查。意思就是说呢，虽然民进党有杂音，但是他们还会严守这个适格适任来审查，看曹新成到底适不适合。那曹新成曾经说过游艺龙是叛徒，那游艺龙能不能重振中选会？媒体也在问，我们看一下。我更担心的是什么？我更担心的是游艺龙教授恐怕不是被在野党封杀，会被民进党自己封杀。现在中选会不能够运作。100%的责任在卓荣泰身上。当然，我们知道，在制度上面是行政院院长提名，但是我相信游盈隆教授也会承认，实际的提名人叫做赖清德。来，这个柯委员。我觉得游盈隆因为他过去其实在大罢免阶段对于曹新成还有对很多绿营的批判的确是让绿营最近来说的话，他们所公布的名单其实让吓了很多人一跳所以我们也很好奇这个中选会这个赖清德所提名的这个部分里面到底怎么样来应对。那很显然，民众党对于这个游盈隆是相当应该是会投下赞成票的。那国民党我们目前为止还没有做这一方面，我们只知道副主委是这个过去的经历来说的确让我们画下很大的一个问号。那这个部分要党团再继续来去做。我总觉得这个中选会过程来说的话，的确像李进勇过去他的党政的色彩的确是非常的严重，而且他在过去在很多的部分的确是有很多不适格的地方但是呢，对于这个游盈隆来说，因为他的这个民意基金会，我想他也做了很多这个部分。然后呢，到底这个调查的这个层面来说，到底会对于这个蓝绿白？说实在的，这个东西是有个蛮指标性的，因为民进党提名，然后呢，他也曾经对民进党做出一个批判，特别对于民进党背后一个非常大的金主曹新成做出这个非常严格的这个批评。那这样是否能够让这些绿委，所以黄国昌当中所做，就像刘静怡这个大法官的时候，他们自己都倒戈。可是我觉得他忽略到一个点，当初的柯建铭是一言九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柯建铭
指导大家就是要投下反对票。那柯建铭在对这件事情他的态度到底是如何？他有没有办法在号令这个党团全部投一致的票？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观察的一个重点。那国民党的这个所谓的未来的这个走向到底如何？我觉得我们党团还需要再深思。立法院还是要通过这个人事任命案啦。那民进党不管在内部支持者还有什么不同的想法，那当然这个行政院还是要去做一个说服的动作，让这个立委们可以支持。那如果民进党支持了，那就看蓝白到底是否会支持，会支持，那这个案件就会通过。那南京。这个游盈隆他是在施明德担任党主席的时候进到这个民进党中央党部任职，担任选推会执行长啊。然后在这个陈水扁的时候呢，担任研考会副主委，然后海基会副董事长这些的职务。那他当然啊，对不起，他比较受到大家高度关注的，就是因为他在大罢免期间的时候，他骂这个沈伯洋是民进党之耻嘛。那所以现在呢，我也觉得蛮好奇的啊，赖清德是基于谁的推荐，什么样的角度啊？然后推荐游盈隆担任中选会的这个主委。那未来呢，真的是比较受到考验的，就是民进党啊，沈伯洋这些人到底要不要民进党支持？要不要同意游盈隆担任中选会主委？而且呢，虽然说这一次呢是经过跟在野党的讨论哈，也纳进了在野党的支持的人选，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中选会还有4个委员啊，这个4个委员的立场都是比较倾向于这个民进党的啊，所以说未来的新的中选会的委员的这个组合，还是倾向于民进党的委员比较多啊。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呢再去思考，就是到底要不要同意游盈隆，还要不要同意另外一位副主委提名人选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开放投票了哈。开放投票呢，就等于是把这个球呢就丢回给民进党，让民进党自己来决定。就他们说这次算是民进党比较释出善意。哎呦，你现在提名7个，原来的都是民进党的，对，提名的7个，2个国民党，1个民众党，其他4个还是亲民进党的，对，就算通过了，你将来整个选委会11个，只有3个是在野党啊，对，就是只能叫表决都是输的，啊，这叫什么释出善意呢？释出善意是说，将来的7个通通是你在野党，这叫至少平衡，哦，就像美国的这个大法官一般啦，4个保守党，5个自由派，或者5个自由派，4个保守派。实力差不多才可以，否则叫什么善意？还是一样。只是问题，只是说以前赖清德连这个都不愿意，这我就不懂了。连这个都不愿意就很奇怪了，对不对？就说你根本对你无伤嘛，毫发无伤嘛。哦，这个曾宇，我觉得这是近2年来赖政府少数做到一个正确的选择，然后虽然是拖得比较慢一点，但是至少看得出来赖清德知道他这样子一意孤行是没有办法走下去的。那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虽然游盈隆像现场准主委啦但我不确定那他基本上出身绿营，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在大罢免期间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一直秉持着以前民进党的一些前辈们他的一个中庸的力道。那其实大家要知道，民主是什么？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妥协。但是赖清德这几年下来，基本上看不出来他有任何妥协，他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我没有要跟你沟通。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担心的是什么？接下来会不会他真的又是自己人打自己人的状态？我觉得这才是大家值得观察的地方。赖清德他会硬邦邦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这后面很值得来观察一下。这个游盈隆才刚被提名为中选会主委蛮特别的。他的台湾民意基金会马上就做了一个民调出来，然后这个民调呢，赖清德跟这个赖清德声望什么行政院长都上升，扶摇直上。然后呢，民进党的这个民调也往上，这样那这个民调当然我觉得民调参考了，只是这个时间点是很巧合不免让人家去想说，是不是觉得心里好像虚虚的当时在大罢免的时候，左打柯建铭，又骂这个沈伯洋是民党支持，然后连金主都敢骂。那现在要投票啦，总得让这个民进党的人能够觉得说，他好像我们还可以接受。所以这个不过我觉得在这当中有一个我特别讲游盈隆在这当中他说这个赖清德声望回升他说恐怕是2个点。他说第一个呢，因为大罢免已经隔了4个月以后，民怨已经渐渐消失了。第二个呢，他说因为行政院跟立法院现在冲突，所以我们这个绿营呢回流了，大家团结了。我觉得从他的言论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你看，我觉得民进党常常就是要利用去冲突啦，利用去撕裂分裂，去取得他在政治上的一个利益。但另外我要讲，如果你认为大罢免4个月后这些民怨已经消失了，我觉得你低估了台湾人民。
好，那么这个民进党已经提名了基隆的童子伟、彰化的陈树月、云林刘建国，选2026号。那基隆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根据 TVBS 民调显示，2026基隆市长可能人选谢国良若拼连任，将以48%的支持度赢得民进党确定的征召人选基隆市议长童子维的33%。进一步交叉分析，40岁以上民众童子维支持度较高，但谢国良在40岁以上支持度过半，60岁以上的差距更是达到30%。还没有正式的提名，所以如果现在有民调，我想所有的民调都是一个参考，不会影响我们争取这个市民的认同跟服务市民。强调会在岗位上继续为市民努力。在中立选民中有37%的民众支持谢国良，但支持童子维的则是21%，但有超过40%还没决定。选举是不能大意的，那我会认为说谢国良市长还是要小心谨慎，好好把市政做好，然后希望在2026年11月28号能够继续连任。谢国良市长也发声明表示，把市政做好就是最好的连任策略，会继续努力做好市政建设。那这3年市民是否真的有感呢？谢国良施政3年满意度高于不满意度14%。另外，在11月的自来水污染处理，市民满意度也有40%。蓝绿选战就定位，点燃2026基隆市长战火。好，虽然谢国良48对童子伟的33%，不过呢，20到29岁的支持民进党的是大于支持国民党的。30到39岁也是，到40到49岁以上才是蓝大于绿哈。来，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那个谢市长还是要很小心，所以他也挺过了第一波的大罢免啊，而且他的得票率比当初他当选的时候还要多。但是你看这个童子伟，说实在的，他根本就还没有开始有任何的动作哦，他就已经有33%，这个30%的这个得票率哦，所以是一个蛮可敬的一个对手。特别是你点出了我们蓝营过去长期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到39岁以下，很多时候他们不买单，他们宁可把票是投给这个民众党，因为那时候是民众党是囊获的大部分这个族群的。那在民众党的这个层面当中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认为蓝白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来说的话，短时间要改变这些年轻人的想法哦，是不太容易。总而言之，目前为止，这是谢市长他以现任的优势，当然是有他可以值得称赞的地方。但是，我想竞争的对手，就像民进党那么大把的一个资源呢，这个完全投入下去哦，还是要非常谨慎小心了。我想国良以这个48%，快要将近50%哦，其实这过半，这个民调算是非常的高。那再加上他之前呢，就选举先赢一次，大罢免一次，又大胜一次，我觉得战战兢兢一直走过来。我觉得如果他维持下这样步调，我觉得胜选应该不成问题。但我特别要讲的是哦，其实我们在各区啊，我觉得我们候选人赶快出来。那今天呢，我们的这柯志恩呢就已经被提名了，我们也期待啊，我们今天所有提名的候选人都能够在未来的选举当中大胜。曾宇，民进党到底怎样？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看基隆啊，经过2次的大罢免的洗礼，你可以看到，其实大家对于现在目前谢市长他表现，其实大家是 OK 的。但很部分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其实是最早的蓝白示范区，你也可以看到，不管是市长也好，副市长2个人的合作状态之下，其实可以看得到基隆市民是满意的。那当然，我认为啦，也不要轻忽，因为毕竟童子伟他也是在地方实力上非常雄厚的，真的别轻忽。应该说市长